如果你買咗最新嘅 iPad Pro，除咗攞嚟娛樂之外，你都想攞嚟做下嘢嘅話呢，呢一條片同大家推薦一大堆我覺得好實用嘅一啲生產力軟件俾大家，等大家喺 iPad Pro 上邊做嘢更加爽、更加開心。呢一部咧就唔係最新嗰部 iPad Pro 嚟嘅，當住係先啦，大家。今次影片就會分3大部分嘅。第一部分我會同大家睇一啲時間同埋工作管理嘅一啲程式，主要係幫你更加有效率咁樣工作，同埋幫你改善時間管理嘅。第二部分我會講嘅就係一啲基本嘅筆記工具，去幫你整理資訊。第三部分我就會講一啲進階嘅筆記工具，係比較難上手但係好好用嘅一啲一站式筆記工具。首先管理生活係有分4個層面嘅 Calendar、To-Do List、Focus 同埋習慣整理。Calendar 我覺得只需要一個簡單而多平台整合嘅一個程式就可以㗎啦。大家可以用 One Calendar 嘅，佢可以俾你同步 iCloud 同埋 Google 嘅 Calendar， 而你係可以喺任何系統，包括 iOS、Android、Mac 或者 Windows 用嘅一個 Calendar App 嚟嘅。而佢嘅同步問題，暫時喺我用落多平台整理嘅時候係最快同埋最冇 bug 嘅，界面亦都係最簡潔易用。如果大家中意喺個 calendar 裏邊畫下嘢嗰種感覺嘅話，同埋中意畫下年度計劃同埋月度計劃嗰啲嘅使用，大家可以用嘅就係 Planner 呢個 app， 佢已經有 preset 咗嘅週、月、年嘅一啲 template 去俾你開出嚟喺上面寫嘢或者畫嘢。如果覺得唔靚嘅話，可以去翻個 store 買 template 嘅。呢個可以俾你做到嘅就係年度同埋月度計劃嗰陣時有個自由啲嘅 space 俾你去玩，同埋可以方便得到你以一個更加高嘅角度去睇翻你呢一年嘅計劃，即係各晒 views 咯。To-do list 咧，我嘅首選就係 Microsoft To Do， 呢個係我用過嘅 To-do list app 入邊比較簡單、操作最方便嘅一個 app 嚟嘅。你一打開就可以開 list 噶啦，亦都可以開 task 入邊可以開10task， 仲有個 add to my day 嘅功能，可以方便到你每日 plan 嘢嘅時候去做到 To-do list 嘅整理。比起一啲界面好複雜嘅 To-do list app， 佢俾到嘅功能足夠，亦都夠快做到我想要做嘅嘢。仲可以多平台同步，係超方便嘅，同埋係一個免費程式。跟住另一個值得用嘅就係 TickTick， 呢個嘅 To-Do List Management 冇 Microsoft To Do 嗰啲咁直覺，但係佢有3個好用嘅工具。第一個係幫你分輕重緩急嘅一個 Matrix， 你可以幫你手頭上嘅工作根據重要性同埋急唔急要處理呢2樣層面去進行分類，再幫自己去揾到手頭上最應該做嘅嘢係乜嘢。第二個功能就係 Promo Watch， 佢內建會有時鐘，可以揀翻你依家想做嘅嘢而去開始計時，係應用翻番茄工作法嘅概念去幫自己專注嘅。第三個功能就係 Habit Tracker， 呢個就係幫你追蹤一啲重複性嘅 task 同埋習慣用嘅。幫自己專注嘅 app 除咗頭先嗰個之外，大家想分少少就可以用 Forest 或者 Forest 2呢個 app， 呢個可以幫你將專注呢樣嘢係變得更加分同埋有成就感。當你每完成專注一個 task 嘅時間，佢就可以俾你整一棵樹，然後你就可以好似打機咁樣去整個森林出嚟，幫到大家令專注呢樣嘢變得更加好玩。另外嘅就係解決 distraction 嘅問題，大家可以用 Opal 呢個程式。呢個程式係幫你需要工作嘅時候 block 咗一啲有機會令你分心嘅一啲程式，例如係 YouTube 啦、Netflix 啦，等你可以更加專注咁樣做嘢。跟住就係習慣追蹤啦，其中一個可以用嘅就係 Habit Tracker 呢個程式。呢個係一個平價少少嘅 Habit Tracking App， 你可以根據時間或者次數去訂立習慣目標。佢內建亦都有 Stopwatch 去俾你去計時，再幫自己 keep track 你嘅習慣。另一個就貴少少，但係好用啲嘅就叫做 Productive。主要我覺得佢好用嘅地方就係界面非常簡單同易用，數據亦都係容易啲睇，亦都可以參考人哋嘅習慣去試下玩下，同埋俾自己一啲挑戰等等。講完時間管理啦，跟住我哋講一啲基本嘅筆記工具。筆記簡單可以分類做速記工具、手寫筆記、PDF 筆記、打字筆記同埋腦圖工具5大類嘅。第一類速記主要就係快速記低你睇過嘅嘢啦，同埋方便你之後做整理資料用嘅。最常用應該係 Apple 原生嘅備忘錄，可以俾你誇張字咁用，界面亦都夠簡單，俾你即時一開就可以即刻記低一啲轉眼即逝嘅諗法同埋資訊，或者上堂嘅一啲 quick looks。只係我覺得佢嘅問題就係，如果你太長篇嘅話，你會用下會有一節冇咗，之餘佢有時係會好慢噶。當你篇嘢太大篇嘅時候，另一個叫 Readwise，
呢個其實又唔算係筆記程式，但係佢可以幫到你快速記低來自 Kindle、網頁或者 YouTube 嚟嘅資訊。例如你睇 YouTube 嘅時候，你只要掉咗佢入去 Readwise 個 Reader App， 跟住佢就會 transcribe 咗成篇 YouTube 文出嚟，跟住你就可以就住你需要嘅資訊去間低佢。佢仲可以俾你 export 去 Notion 或者其他平台去俾你做進一步嘅資料整理。不過呢個程式都真係幾貴嘅，要成900蚊一年。然後就到手寫筆記啦，基本上大家推薦都係用 GoodNotes 6。雖然之前推出嘅時候就有少少風波，但係佢嘅界面同功能真係好適合俾你自由奔放咁喺張紙上面畫靚份 notes、整靚份 notes 嘅一個需求嘅。網上亦都有好多人整佢自己嘅一啲 template 再放落嚟俾大家用。呢個 app 你要 Apple 跨平台裝置，你可以210蚊買斷嘅。但係如果你想同其他裝置同步嘅話，你就要每年88蚊。不過佢喺其他平台嘅體驗係勁垃圾嘅，仲係會輕機嘅。我係強烈建議呢個 app 係淨係 for Apple device 先用嘅啫。另一個大家可以試嘅就係 Label， 佢係一個界面比較簡單嘅一個筆記程式，你可以自由自在咁樣畫碌屎都得。佢新加咗一啲 AI 功能去幫你學習同溫書用嘅。另外嘅就係我覺得幾中意嘅功能，就係佢可以俾你將手寫文字一撳就變成電腦字，而佢嘅準程度，如果你寫中文嘅話，佢係拍得上 Samsung Notes 嘅。對於一啲寫字唔好睇，會想轉翻做電腦文字嘅人，呢個程式其實都幾好用。而如果佢要買斷就只要68蚊，但係如果你要其他平台用嘅話，你就要逐個分開買。然後就到 PDF 筆記啦。PDF 筆記首選就係 Notability， 佢可以好方便咁俾你 import 大量嘅 PDF， 俾到你基本嘅 PDF 筆記功能，例如係手寫或者標記，仲有 highlight。另外一個最多人中意用嘅就係內建會有錄音功能，而佢個錄音功能係可以跟住你標記嘅內容去播翻嘅。不過佢依家係收緊108蚊一年。如果嫌貴又唔需要錄音功能嘅話，你可以用 Lookshelf 嘅，佢暫時係88蚊買斷嘅一個 app 嚟嘅。佢個界面好過佢 Android 嗰個係太多啦，亦都好用好多嘅。佢比 Android 嗰個平台嗰個 Lookshelf， 佢俾你基本嘅 PDF 筆記功能 ，for 上堂嚟講好夠用噶啦。跟住到打字筆記，好幾個推薦俾大家用嘅。第一個就係 OneNote， 呢個係一個免費跨平台嘅一個程式，佢可以俾你喺頁面嗰度打字同埋寫嘢畫嘢。呢個係幾方便 for 普通學生想做簡單嘅資料整理同埋筆記嘅人用。佢可以俾你3層咁樣整理啲筆記，再複雜啲嘅筆記整理就做唔到啦。佢第二個就係 Evernote， 呢個程式同 OneNote 係類似，都係俾你跨平台同步嘅一個程式嚟嘅。佢都俾到常用嘅筆記功能你。最多人中意就係佢個 Wrap Clipping 嘅功能，可以將網頁同埋 PDF 直接 import 入去。佢依家終於有得俾你畫嘢啦，不過就淨係可以畫完變成圖片塞入去，冇咁自由。另外嘅就係支援一啲 AI 功能幫你做資料整理。不過亦都多人話嘅就係佢因為個 Wrap Clipping 嘅功能就會有時搜集咗一大堆完全唔會睇翻嘅 notes， 到最後其實啲資料就擺咗喺度冇用咯。另外一樣我最唔中意同埋唔再用嘅原因就係你係冇辦法免費用㗎，佢係會係咁彈出嚟叫你俾錢資源，仲要收成500幾蚊一年，而佢嘅速度都幾慢下，我覺得。第三個紅掌記，呢個係 Mac 同埋 iOS 先用到嘅一個 app 嚟嘅，佢係比較多人讚佢就係個 UI 同埋主題。同時佢係一個支援 Markdown 語法嘅一個打字嘅筆記程式。Markdown 語法係乜嘢呢？喺我哋平時做筆記嘅時候，要用一啲特別嘅功能，例如粗體、highlight 等等，你要隻手指撳嗰個功能之後先至用得到。而 Markdown 語法呢，你只要記咗佢基本常用嘅一啲 syntax， 你就可以全時間隻手唔離開鍵盤，已經可以做到晒所有格式整理。佢最好嘅地方係可以俾你沉浸式嘅一個打字體驗。而一啲 Markdown 語法嘅一啲軟件比較弱嘅地方，例如係插入圖片或者表格呢啲嘅功能，佢都可以俾你好方便咁樣做得到。資料分類同埋整理，佢支援多層次嘅標籤分類。同埋佢可以好快咁樣做到 page 同 page 之間嘅連結，呢個係一個簡單得嚟又幾好用嘅一個筆記軟件工具嚟嘅。而佢嘅收費其實就唔算貴，228蚊一年。不過呢個程式你只要唔需要靚嘅主題，同埋同 iCloud 同步嘅話呢，你係可以免費咁用，佢亦都唔會成日彈出嚟叫你俾錢嘅。第四個 Obsidian，呢個程式都係另一個好多人用嘅 Markdown 語法軟件。
都係主要好處就係俾你沉浸式咁樣係打字做筆記。佢嘅筆記連結功能好好用嘅，另外佢係有 Graph View， 可以俾你睇得到你資料庫入邊唔同嘢之間嘅連結。佢好適合一啲中意擴散式咁樣打筆記嘅人用。另外就佢可以有好多 plugin 可以用，如果需要更加進階功能嘅人係可以揾下嘅。不過如果你想插入圖片同埋多平台同步嘅話，就要俾年費750蚊左右嘅價錢先至做得到。下一個類別就係腦圖工具，你可以用嚟落 draft， 亦都可以用嚟做筆記用嘅。當你需要一個擴散式嘅自由思考空間去寫嘢嘅時候用嘅一個工具。iPad 最多人推嘅就係 MindNote， 其實大致上個界面都係差唔多噶啦，都係由一個中心開始，將你諗到嘅嘢向外擴散。總之佢俾到呢個功能你，我就覺得已經足夠噶啦。如果你用佢嘅188蚊付費版本嘅話，你可以有佢靚啲嘅 template 啦，同埋你可以喺腦圖中間去加 sticker 同埋圖等等呢啲嘅功能。呢啲要加減啦，我覺得你中意啲 fancy 啲嘅筆記嘅話，你就會用咯。我就有時落 draft， 其實我就唔常用啲 sticker 咁樣嘅。到第三部分就係一啲進階嘅筆記工具，呢類軟件係上手比較難嘅，同埋一開始唔熟嘅時候，你會用得好辛苦嘅一啲 app 嚟嘅。但係當你學咗佢成套邏輯之後，佢會好幫到你整理大量資訊嘅一啲程式。第一個係 Notion， 你打開佢嗰陣時係一個 blank page 嚟嘅，一開始唔識用係會完全毫無頭緒。但係當你熟咗之後，你係可以將所有嘢掉晒入去，無論係 task management 啦、project management 啦、同唔同嘅人合作啦、financial management 啦、閱讀筆記啦、日記等等，全部都可以放晒喺入邊。佢嘅自由度好大嘅，同埋你係可以好有系統咁樣整理大量嚟自唔同範疇嘅資訊。仲有佢會有內建嘅 AI 去幫你做進一步嘅資料整理同埋寫嘢。另外亦都有 AI 可以幫你提取翻啲資料嚟用。不過因為俾 Apple lock 死咗，我俾唔到 AI 嘅價錢。大家千祈唔好喺 iOS 度買 Notion 嘅付費版，大家一定要上翻網自己買。我覺得佢用落最大嘅問題係佢一定要跟上網用嘅，同埋佢其實個程式都算大隻。而如果你喺一啲冇網絡或者稍微慢少少嘅機上面用嘅話呢，你係會失去咗工作能力㗎，因為你係將所有嘢放晒喺入邊，你攞唔翻啲嘢啊，完全係。第二個比較新嘅程式叫 Anytype， 呢個係大家都當係 Notion 同 Obsidian 嘅混合物。你可以用 Notion 嘅概念去用佢，同時佢都支援 Markdown 語法，去俾你好似 Obsidian 咁樣去用佢。而佢係一個 end-to-end encrypt 嘅一個程式嘅同時，可以俾你 offline 去用。佢 object-based 嘅一個使用方法會俾咗一個既有嘅框架嚟用。比起 Notion 全部嘢都係由石頭爆出嚟嘅方法呢，佢上手難度同埋 flexibility 會高少少，但係佢始終都係新嘅 app， 仲有一啲嘢佢要完善嘅，例如佢免費嘅空間比較少，或者一啲進階功能，例如 formula 等等嘅功能咧，佢仲未有，期待佢進一步發展啦。最後一個叫 MarginNotes， 呢個係一個專係 for 溫書嘅一個程式嚟嘅，佢整合晒溫書嘅3個最主要步驟喺同一個 app 入邊。裏邊各自嘅步驟都會有唔同嘅工具去幫你去溫書嘅，例如溫一份 notes， 首先會喺 notes 入邊 mark 好晒一啲 highlight， 同埋就住每一個 detail 上網揾翻相關嘅資料，之後就會用腦圖嘅方式幫自己喺唔同 notes 上邊將 highlight 咗嘅嘢去做整合，跟住就住每一個 topic 去幫自己整溫習卡，去 prompt 自己去讀書。呢個其實 for 一啲專業科目需要記一大堆嘢嘅人係幾好用嘅一個工具嚟嘅。我見 App Store 嗰度其實你揾佢大部分 show 緊都係嗰啲醫學相關嘅知識咯。今次總結咗一大堆喺 iPad Pro 上邊，我覺得幾正嘅一大堆生產力軟件，大家可以睇下邊個適合自己啦。如果你希望嚟緊睇緊多相關嘅內容嘅話，就記得幫手撳個訂閱掣，順便訂閱埋我同 Anson 搞嘅 The Big Byte Podcast。有更加多訂閱嘅話，我就可以幫大家拗到更加多資源去繼續出片俾大家睇啦。記得睇埋我講過關於喺 iPad Pro 上邊用 Stage Manager 嘅一啲教學，我哋喺嗰條片再見，拜拜。